Hello，大家好，圖瓢來了，圖瓢來做盤後了。今天的盤面上呢，芯片股大力反彈啊，美債、油價齐走低，黄金呢微微上漲啊，消費指數低迷。然後今天重要的 DKS、Intel 和這個Zoom 啊，基本上之後都是重挫啊，我沒把 Zoom 寫出來，Zoom 錯的不算多。我們一個一個看啊，首先呢，還是先說這個制裁伊朗的事情啊，然後我們再去說其他東西。制裁伊朗的事情呢，伊朗制裁擔憂緩解啊，油價回落。主要是原因呢是，他沒有去制裁這個購買伊朗石油的中國企業啊，市场對美中貿易衝突再升級以及全球供應鏈中斷的恐慌大幅降溫啊，國際原油走低，布倫特原油跌到了89.1，WTI 跌到了82.08啊，緩解了通脹壓力與企業成本啊，所以今天呢這個高貝塔的股票，英偉達這些都反彈了啊，英偉達也反彈了，然後美光也反彈了啊，都看一眼啊，美光也反彈了 ，SNDK 也反彈，基本上是這麼樣一個狀態啊 ，SNDK 沒彈多少啊，反正 SNDK 我是做空了，不管它再议吧。然後說一說這個美債收益率的問題啊，美債呢今天這個直線下挫啊，今天挫的還挺猛的。原因呢，也就是首先第一是這個全球供應鏈中斷一個原因，第二呢，財政部可能動用1萬億美元一般賬戶支持國債發行的預期啊，這是要繼續和美聯儲死扛啊。那現在美聯儲到底什麼樣一個狀態？這個事情要等到周五開幕沃什講話才知道啊，我們再等等看。然後原油呢是下挫啊，看一眼吧，就連着3天啊，现在第3天，明天的已經開盤了，期貨啊還是在下挫的狀態當中。這是現在的一個情況。然後我們繼續說啊，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啊，還是要說一下，因為這個東西資商協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還是挺重要的。那麼消費者信心指數呢，還是連續下挫啊，這個已經連着下挫好幾個月了啊，雖然是很緩慢的在下挫，但是還是在下，遠不如全值跌到了89.4啊。但这个資商協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呢，與那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 MSU 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兩個都很重要啊。MSU 的呢，等等再看吧，還沒有出啊，應該是這週5吧，好像，好吧。然後我們重點講一講這3家票啊 ，DIX 啊。DIX 呢今天是重挫了30%啊，就是早盤發完業績之後重挫了30%，說一說什麼個情況啊？這個很惡心啊，反正我是沒有啊，合併銷售額其實這個 earnings 的 miss 還是挺嚴重的啊，就是 EPS miss 了5.86啊，然後revenue 也是 miss 了0.87啊，基本上都是一個 miss 的狀態。同店銷售呢？核心 DIX 業務同店增長4.9%啊 ，Foodlock 形式同店銷售下滑啊，主要是行業促銷降價潮啊，這個它又下調了 non-GAAP EPS 指引，從13.5到14.5，直接下調到了11到12啊，這個下調的有點狠，所以今天就重挫了。重挫之後呢，電話會議這個復活賽也沒打贏啊。復活賽呢，行業降價促銷潮，執行董事長 Ed Stack 啊，這個運動鞋。服裝啊，都是部分傳統鞋型與舊款庫存積壓嚴重，品牌商在自營與分銷渠道大幅打折啊，為保住市場份額 ，DKS 選擇積極跟進折扣，直接壓縮了毛利率。大家也知道啊，順便講一下，最近這個幾大都走得不好啊 ，UA 呢今天也是被 DIX 給帶崩了，然後 NKE 最近也是一直在持續的低迷啊，就 NKE 雖然要分紅了就是最近這個。運動品牌其實走的都不太好啊，露露也是一直在持續下挫，就是反正整體的消費是不行了啊，包括上周出的這些大賣場啊，大賣場其實還 OK， 但是大家也看見整體的消費在下行，也就是說大家不會再去買這些耐克啊、Lululemon 啊，包括 Under Armour 啊這些品牌啊，可能都去這個沃爾瑪去淘這種便宜的東西去穿了啊，所以這些東西呢銷售是連年下滑。然後DIX 呢，我們講回來 ，DIX 呢品牌分化顯著啊，就是復古傳統生活方式的球鞋呢需求快速降溫，在性能跑鞋小眾及潮流新品如 On Hoka
這些新品牌呢需求依舊強劲啊。Footlock 整合阵痛啊，Footlock 呢是美国的一家专門做鞋的打折鞋的一家店铺就是可能不在美国的小伙伴呢不太明白在美国呢应该都很清楚 Footlock 干啥。市场環境嚴峻整合重組進度慢於預期，下半年預計仍將承受較大的促銷和去庫存壓力所以 Dix 呢，我覺得大家不要去抄這個抄不得，不能抄，估計還要繼續往上搓一搓。這個是 Dix 的問題。然後 Intuit 呢，今天盤後發財報季後呢也是大挫也是大幅下跌了10%明天會不會下挫也不知道，反正復活賽也沒打贏所謂復活賽呢，就是電話會議我所有的復活賽就是電話會議核心業務其實是 OK 的就是營收和 EPS 都是 beat 的然後業績指引還是預計放緩就是2027財年營收232.8到235.1同比增速放緩9%到10%，低於分析師預期的237.4，調整後 EPS 指引為22.8到23塊1毛2，明顯低於市場預期的27塊3，所以就端就下了然後董事會宣布將季度股息提高15%至1塊3毛8之前是1塊2毛1塊2，這都是1塊2，大家注意都是1塊2。現在呢提到了1塊3毛8，但是就是因為這個事情也沒有能夠打贏復活賽現在盤後還是9.9，那就看明天開盤之後到底會是什麼樣一個情況。戰略核心呢轉向了拓客與份額。管理層表示，為了擴大 TurboTax 和 QuickBooks 用戶群，公司正主動在獲客與普惠定價上增加投入，短期會壓制營收增速與利潤率其實這兩個東西TurboTax 和 QuickBooks 這兩個東西QuickBooks 可以連接到銀行賬戶TurboTax 好像也是可以，但是說句不好聽的話，現在但凡有 AI 工具，自己都可以做一個自己用的這個東西，對吧？所以這些東西是真會被 AI 打擊的然後雖然它也推進了 AI 代理與企業端強調了這個 AI Agent 團隊的應用推廣，但面對生成式 AI 和報稅軟件市場的競爭激烈，公司選擇優先構築護城河這個護城河也沒說是什麼所以復活賽也沒打贏然後我們說一說 Zoom 呢小挫了3.83反正 Intuit 呢直接好像又把 IGV 給帶崩了是吧IGV 0.85也不算大崩還好大家要注意明天還有一家軟件公司，明天有 CRM 就是這個 Salesforce 明天會發財報，盤後不要只盯着明天的英偉達，明天還有一家大的軟件公司 Salesforce 這個CRM 明天盤後發財報我們說回 Zoom 呢也是雙 beat 然後分布與運營指標，企業端創近3年來最快增速線上端淨收入留存率維持在99%，指引呢上調全年 non-GAAP EPS 到6塊08到6.72此前是5.96到6塊全年營收微調至50.85億到50.95億美金電話會議重點呢還是 AI First 與聯絡中心Zoom Virtual Agent 客戶數同比大幅增長超250%AI Combination 2.0 活躍度持續提升，正逐步從會議工具延伸至全流程協同辦公平台變現周期節奏。管理層指出 AI 相關新功能多內置增值形式與提升留存與防守大規模直接變現預計需要更長時間的發酵好吧，這個是今天的盤面上的一些東西就是提醒大家一下，明天盤前有 PCE 再次提醒明天盤前有 PCE 呢現在給到的一個預測值呢是年化 PCE 是 3.35 維持一個持平，月度的 PCE 是0.2高於前值的0.1現在是這麼樣一個情況這個是核心 PCE 剛才講的是核心 PCE， 然後 PCE 呢沒有給出預測值前值是 3.7然後基本上就這麼樣一個情況我們就等明天早盤再來看明天還有耐用品的訂單，对，明天還有耐用品訂單這個反正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東西反正這個對製造業會有一些影響吧，好吧就先說到這裡然後大家還是注意一下，最近這個汽車行業可能會有些波動我的預判，因為加拿大和美國的貿易關稅的問題，比如說福特比如說 GM 這兩家公司可能都會有一點點問題
因為大家要知道，就是福特和 GM 最大的客戶其實就是加拿大啊，就是海外客户啊，排除美国在外，海外最大的客戶就是加拿大啊。然後如果现在这麼樣一個情況，如果加拿大真的對它的皮卡啊，就是農用車，然後大家都知道加拿大中間這3個草原3省是農業大省啊，就是其實農用車在這邊銷量挺猛的。如果對這2個東西進行關稅的話，那麼很有可能就會直接轉向日本車啊，就是轉向 Toyota 或者是來自中國的車啊。虽然中國的車企不造皮卡但是農用車這一部分不知道後面怎麼來填補。唯一能填補的，我覺得是 Honda 和 Toyota 啊，因為這2個在北美已經生根了很長時間了加拿大自己呢是沒有汽車品牌的，好吧？今天就先給大家講到這裡啊，祝大家晚安啊，明天盤前再見，拜拜。